歡迎嚟到懸疑檔案。1990年3月8號凌晨，49歲嘅 Mario 啱啱喺餐廳收工，佢好似平時一樣獨自行路返屋企。當佢行到 Brooklyn 大街一個十字路口嘅時候，一個男人失驚無神喺後邊對佢開咗一槍。好彩嘅係 Mario 生存咗落嚟。由於槍手當時戴咗滑雪面罩，所以 Mario 睇唔到佢嘅樣。3月29號，亦即係3個禮拜之後，喺 Mario 遇襲嘅幾條街之外，又發生咗類似嘅事件。呢日凌晨，34歲嘅 Jermaine 啱啱喺酒吧飲完酒，佢醉醺醺咁行咗喺條街度，諗緊要去女朋友嘅屋企過夜，定係返到爸爸嘅屋企。就喺呢個時候，一個男人喺佢嘅背脊開咗一槍。雖然 Jermaine 大難不死，但係佢亦都冇見到開槍嘅人係邊個。兩位受害人都係俾9mm嘅子彈射傷噶，但係子彈就冇來福線，應該係由自製嘅手槍所發射出嚟噶。5月31號凌晨，78歲嘅 Joseph 喺佢嘅公寓附近散步。Joseph 係一位參與過二戰嘅退役老兵，佢出入都需要依靠拐杖，但係佢就好中意喺凌晨散步。呢日凌晨，佢喺散步返屋企嘅路上遇到咗一位年輕男子。男子表示自己好頸渴，想要問佢攞一杯水飲。Joseph 拒絕咗佢嘅要求，但係嗰名男子就一直跟住佢返屋企。正當佢拎出鎖匙準備開門嗰陣，佢就中槍倒地啦。喺醫院接受治療嘅時候， Joseph 一時同警方講槍手係一個黑人，一時又話槍手係白人，之後又話槍手係一位拉丁裔。由於 Joseph 嘅記性真係太差啦，佢甚至冇辦法認出前嚟向佢問話嘅警察，所以警方亦都唔可以相信佢嘅口供。遺憾嘅係 Joseph 喺3個禮拜之後不治身亡。與此同時，紐約郵報收到咗一封詭異嘅信件，寫信人自稱 Zodiac， 佢喺信入邊話要殺咗12個唔同星座嘅人，並列出咗3位受害人嘅遇襲日期、地點同埋星座。第一位受害人係天蠍座，第二位係雙子座，而第3位就係金牛座。睇起嚟，兇手清楚知道佢哋嘅生日日期。佢喺信入邊特登表明，所有嘅案件都發生喺 Brooklyn， 手槍都係自製噶，所以子彈冇來福線。不過佢講錯咗一樣嘢，佢以為所有嘅受害者都過咗身。呢個時候，警方先至意識到，原來佢哋早喺1989年11月就已經收到過類似嘅信件。不過佢哋當時以為只係惡作劇，所以先至冇嚟到。呢件事被媒體報道出嚟之後，搞到人心惶惶，大家都擔心嗰個喺60、70年代令到整個舊金山聞風喪膽嘅 Zodiac Killer 又出嚟犯案啦。Zodiac Killer 喺作案嘅時候都會寄信俾警方進行挑釁，當時總共有5人遇害，2人受傷。不過佢喺1974年之後就突然銷聲匿跡，警方至今仍然冇辦法確認佢嘅身份，所以紐約嘅居民都好擔心佢轉移陣地，重出江湖，展開新一輪嘅殺戮。所以喺呢個草木皆兵嘅時刻，只要有人問起自己係乜嘢星座，大家都會變得額外警惕，仲有人因為咁而報咗警。之後警方揾嚟咗筆跡專家，將 Zodiac 嘅信件同20幾年前嘅信件進行鑑定，證實佢哋係2個唔同嘅人，亦即係話紐約市而家出現咗一個 Zodiac Killer 嘅模仿者。Zodiac 曾經喺信入邊提到，只有獵戶座同埋7姊妹星團喺天上出現嘅時候，先至可以阻止佢行兇。於是警方揾嚟咗天文學家幫手，詢問佢獵戶座同埋7姊妹星團幾時唔會喺天上出現，因為呢個好有可能就係 Zodiac 下一次行兇嘅日期。經過計算之後，天文學家俾出咗一個日期，6月21號。呢一日，警方調派咗大量嘅便衣警察喺 Brooklyn 地區巡邏，希望可以捉到 Zodiac。深夜時分， Zodiac 再次行兇。不過呢一次嘅地點唔係喺 Brooklyn， 而係喺 Manhattan。當時30歲嘅露宿者 Larry 嚟到咗中央公園，佢除咗對鞋，將銀包收埋喺入邊，然後就喺長凳上瞓覺。呢個時候
蘇迪正偷偷地咁望住佢。當 Larry 瞓着之後，蘇迪抄咗佢嘅銀包，確認咗佢係巨蟹座。之後，蘇迪將銀包放返原位，再拎出手槍，對住佢嘅心口開咗一槍。喺佢嘅鞋度留低咗一封信之後，就消失喺夜幕中。好彩嘅係，子彈冇擊中 Larry 嘅心臟，所以佢生存咗落嚟。Larry 話俾警方知，槍手係一個黑人，大約6尺高，體重大約185磅，並幫警方做咗一張疑犯嘅面部掃描。呢一次，警方喺蘇迪留喺現場嘅嗰一封信度採集到指紋，可惜並冇喺數據庫入邊揾到匹配嘅對象。警方根據蘇迪嘅作案規律，預測出7月12號可能係佢再次行兇嘅日期。於是，警方喺呢一日調派咗大量嘅警員喺 Brooklyn 同埋 Manhattan 地區巡邏，但係當晚蘇迪並冇行兇，佢就咁樣突然銷聲匿跡。正當大家以為紐約終於可以擺脫星座殺手嘅陰霾嗰陣，佢又再次出現啦。1992年8月10號，39歲嘅 Patricia 喺 Highland Park 俾人開咗2槍，再被拮咗100幾刀，當場身亡。佢係獅子座。1993年6月4號，天秤座嘅 James 被槍射中臀部，只係受咗輕傷。7月20號，40歲嘅 John 喺相同嘅地點俾人近距離向頭部開槍，最終不治身亡。佢係處女座。10月2號，40歲嘅 Diane 被子彈射中頸部，好彩子彈冇傷到大動脈，所以佢生存咗落嚟。不過就留低咗左邊身體局部癱瘓嘅後遺症。Diane 係金牛座，亦都係蘇迪喺呢場殺戮中唯一一個重複嘅星座。1994年8月1號，紐約郵報又收到咗蘇迪嘅信件，佢喺信入邊承認咗呢幾單案都係佢嘅傑作，並列出咗5位受害人嘅遇害時間同埋資料。警方只係確認咗其中4單案。信入邊提到喺6月11號所發生嘅案件，經過查證之後，並冇揾到相關嘅案件。同之前嘅信件一樣，佢向警方挑釁，並嘲笑佢哋一定冇辦法捉到佢。不過呢一次佢犯下咗一個錯誤，佢用條脷舐咗郵票同埋信封嘅封口。鑑證人員亦都成功採集到佢嘅 DNA。另外，佢喺信入邊畫咗9座由神秘圖案組成嘅塔，似乎代表住9個受害人。紐約郵報嘅記者 Kieran 揾嚟咗自己嘅外父幫手。佢嘅外父係參與過2戰嘅退役老兵，有破解密碼嘅經驗。蘇迪用國際信號旗嘅方式畫出咗22個圖案，代表住22個英文字母。佢哋根據每個圖案出現嘅次數，推斷出相應嘅字母，並成功破解咗密碼。一切都喺我嘅掌握之中，準備迎接更多嘅受害人。按照目前嘅情況嚟睇，蘇迪係根據受害人嘅星座隨機作案，彼此應該亦都互不相識。雖然警方而家掌握咗蘇迪嘅 DNA 資料，但係佢哋就連一個嫌疑人都揾唔到，更加唔好講係揾真兇啦。之後，蘇迪又突然銷聲匿跡，紐約又慢慢恢復咗平靜，直到2年之後，一通報警電話為案情帶嚟咗轉機。1996年6月18號，17歲嘅 Gladys 打咗電話報警，話自己同母異父嘅哥哥 Eddie 對佢開咗一槍，而家仲挾持住佢嘅男朋友。當日 Gladys 帶咗男朋友返屋企，並一齊進入咗間房。Eddie 唔中意 Gladys 呢個販毒嘅男朋友，所以就不斷咁敲門叫妹妹出嚟。不過 Gladys 並冇理佢，所以 Eddie 就開槍射向房門。之後 Gladys 行出間房同 Eddie 理論，雙方越吵越烈。當 Gladys 準備離開嘅時候， Eddie 就對妹妹嘅背脊開槍，子彈擊中咗佢嘅臀部。Gladys 成功逃脫，並跑到咗鄰居嘅屋企報警。警方趕到現場之後，發現 Eddie 挾持住妹妹嘅男朋友。喺同警方對峙嘅過程中， Eddie 仲向警方開咗幾槍。喺談判專家同 Eddie 進行咗幾個鐘頭嘅對話之後， Eddie 決定繳械投降。之後 Eddie 被帶到警局問話，警方俾咗佢一張紙，要佢寫低案發當時到底發生咗乜嘢事。Eddie 寫完之後喺下邊簽咗個名。
仲喺旁邊留低咗一個神秘嘅符號。警方問佢呢個係乜嘢，Eddie 表示佢係一位虔誠嘅教徒，呢個係同神有關嘅符號。警方覺得呢個符號好熟悉，佢哋即刻就聯想到之前嘅紐約星座殺手。於是佢哋採集咗 Eddie 嘅指紋同埋 DNA， 並將佢嘅字跡同星座殺手嘅字跡進行比對，結果完全吻合。警方點都估唔到，佢哋揾咗6年嘅紐約星座殺手，竟然會因為一單家暴事件而落網。27歲嘅 Eddie 喺 Brooklyn 街頭長大，無業，一直都同媽媽同埋妹妹一齊住。佢係一位虔誠嘅教徒，每個星期都會去到教堂進行禮拜。鄰居都覺得佢係一位宅男，不過係一位每日都會同妹妹嗌交嘅宅男。由於佢成長嘅地方龍蛇混雜，所以佢好討厭毒品。有一段時間仲做咗警方嘅線人，舉報當地毒販嘅行蹤。Eddie 曾經亦都係一位好學生，不過佢就因為攜帶起步槍去到學校上堂，最終被踢出校。沉迷於槍械嘅 Eddie 其實一直都好想加入軍隊，但係佢就未能通過測試。自此之後，佢就改變咗人生嘅目標。佢開始崇拜連環殺手 Ted Bundy 同埋 Zodiac Killer， 並收集咗好多關於佢哋嘅書籍同埋剪報，希望有一日佢亦都可以好似佢哋一樣咁出名。警方喺 Eddie 間房度揾到咗15支自製嘅槍械、2個土製炸彈同埋大量關於槍械嘅書籍。佢就係咁樣學習到自製槍械。雖然 Eddie 曾經喺信入邊表示自己嘅子彈冇來福線，不過槍械專家都係通過工具鑑定，證實咗子彈係由 Eddie 嘅自製槍械所發射出嚟㗎。事實上，早喺1994年3月，警方曾經有機會可以拉到 Eddie。當時 Eddie 因為非法持有武器而被警方逮捕。不過Eddie 所攜帶嘅自製槍械之後被認定為無法正常使用，所以 Eddie 最終並冇被起訴。佢認為呢個係神俾佢嘅啟示，所以佢就決定暫時停止殺戮。不過 Eddie 始終唔肯透露佢到底係點樣知道受害人嘅星座㗎。根據第2位受害人 Jermaine 嘅口供，Eddie 喺作案之後抄咗佢嘅銀包，但係佢冇拎走啲錢。其中一位受害人亦都表示，自己喺遇襲前幾日曾經有人問過佢嘅生日日期，所以警方推斷 Eddie 喺前幾次可能真係隨機作案，跟住再抄受害人嘅銀包，確認佢哋嘅星座。喺後期佢就會諗辦法接近自己嘅目標，並詢問佢哋嘅生日日期，然後再揾機會落手。1998年5月，本案正式開審。控方傳召咗45位證人出庭作供，並呈上咗超過150項證物。喺經過咗6個禮拜嘅審訊之後， Eddie 被控謀殺、企圖謀殺同埋非法持有槍械等14項罪名，全部成立，獲刑232年。